前面介绍了按日期起卦的方法，今天咱们来讲邵雍先生的故事，更好的能够来理解啊。邵雍先生与一位客人在观赏牡丹花的时候，客人看到了牡丹花开得很繁盛，就问邵先生啊，这花是否有花的命运定数，有没有什么规律可循的？邵先生说，有规律的，还有一定的命运。邵先生就用当时的时间点占卜了一卦，那年是4年，也就是蛇年，对应的数字是6，3月就取了3，16日就取了16，卯时对应的就是兔子，也就是4这个数字，6加3加16等于25，25除以8，余数为1，所以取先天八卦牵一，上卦就是牵卦，6加3加16，再加上卯时的4等于29。所以29除以8，3、8、24，3乘以8等于24，29减24等于5，5对应的先天八卦是巽卦，这样就组成了乾为天，巽为风，天风姤卦。29再除以6，余数为5，所以得到天风姤卦的5爻为变爻，变爻之后就成为了火风鼎卦，离为火，巽为风，拿天风姤卦的互卦为重乾卦。邵先生就告诉客人，明天午时，这些牡丹花将会被马给践踏毁坏。邵先生说的午时就是上午11点到下午1点的时间段，这些牡丹花将会被马给践踏毁坏。但是当场所有的人都不信，对这个预测不以为然。但是到了第2天午时，正如邵先生所言，因为有贵客来观赏牡丹花，所骑乘的2匹马受惊，结果在花丛中踩踏，导致所有的花被践踏毁坏。那这个卦象是如何判断解读的呢？巽为木，代表木这个五行，乾为金，代表金这个五行，而金正好克木。然而天风姤卦的交互卦又是乾卦，就有了3个3化卦的乾卦这个金去克天风姤卦下卦，也就是内卦的巽卦这个木。巽卦这个木也代表类向了牡丹花这个草木，所以预测牡丹花要被毁坏。那千金也可能是金属制的刀具呢？为什么会测试马匹呢？这就是根据当时的情景来灵活判断的。当时种牡丹的人家一定是富贵人家，外人不可能随意来破坏的。来观赏牡丹的人又是贵客，必然乘骑马匹，而乾卦的类象就有马，因为乾卦的象曰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在《周易说卦传》里面有乾为马，坤为牛，所以必为马所踏毁。那为什么是午时呢？一是因为12地支午正对应马这个属相，二是因为天风姤卦5爻变后的支卦是火风鼎，上卦是离卦为火，下卦还是巽卦木，支卦又是事情的走向，鼎卦的上卦又叫外卦，下卦巽是内卦，内卦没有变化，外卦由乾卦变化成离卦，是一个应期的现象。离卦在后天八卦的方位是南方火，也就对应了地支午在南方火，所以判断午时，也就是上午11点到下午1点的这个时间段，牡丹花会被损坏。所以判断分析一个卦象，要学会灵活运用每个卦所代表的类象事物，再根据实际的情景做出合理的推断。好了，下期我再来介绍一些根据声音做出起卦数的例子来，咱们下期见哦。